这堂课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础打击。什么是基础打击呢？很简单呢，就是我们在练习所谓的直拳出手。其实我觉得，只要你有练过一些武术或练过一些格斗技的人，大家都应该会经历，就是刚开始在听到要练直拳，跟只练直拳，跟直拳要练很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内心上一定有很多的想法。跟很多的挣扎，可是大家往往不知道，最有效的就是直拳，最有力的动作之一也是直拳，而能够把你的技术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的也是直拳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直拳动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马虎。那在练习直拳的时候，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几个流程。我们在练习直拳的时候，有分成不移动重心的直拳练习，到移动重心的直拳练习。跟移动重心之后的连续直拳练习，以及反方向的重心直拳练习，那这些部分呢，等一下我们都直接从动作上面可以看到，并且告诉大家这些动作在一些基本的使用上，它可以进行如何的发挥，以及在练习上面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所谓的直拳动作示范。其实直拳呢，在我们的一般练习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大家不要忽略它。那我们的直拳的起始式呢，我们会先从拳击式，因为这是一般大家最习惯的出拳方式。那只是我们在接触面以及出手的动作角度上有我们的一个方式。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呢，你必须要以拳头的下三为主要的接触，就是下面的中指、无名指跟小拇指。那记得三平一直的概念。那在打击靶的时候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提到，我们要先练习原地出手。那我们的出手位置呢？我们可以从1度角、3度角这两个角度来练习。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做那么多，我们现在直接从3度的部分开始。第一个就是接触面呢，我们要平整，然后在你的手呢，要先像拳击一样的角度先垂于这个位置。当然，拳击有人手是抬起来的，有人手是低的，这每一个习惯不一样。那我们就是先从最基本的这个抬手式的方式开始做练习。所以当你的手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从这个位置直接出去，然后这样子打击，然后把你手的重量直接放掉，然后先不要做多余的配合，你要先去习惯你的身体在不做任何辅助啊、转身这些的，你的手单独自己怎么样很快速的把你的重量放出去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会要求打寸劲，也不会要求你有多大的力道，我们只会要求一个，就是你的动作有没有自然，你打到的时候接触面有没有对，你的拳头有没有握歪，位置跑来跑去，然后你打到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过度用力，把你的过度的肌肉紧绷导致身体的震荡，这些都不要，就是把你的手的重量放出去。好，先自然的了解这个手的路线，再来呢，我们就会进入攻防姿势的位置。那在攻防姿势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们重心会先让你压在后方，压在我们的后脚重心上，利用移动重心的方式呢，然后去打击我们前面这个位置。记得把位都不要打到这么直，把手肘打直，也不要打到9分，大概维持在8分打到靶的状态。那移动重心就只有移动重心，你千万不要去做移动重心以外的事情，就是转身，然后弓背这些配合，我们现在都先不要。所以在这个位置出手呢，我们虽然重心现在让你先压在后脚，用攻防姿势3，可是你的手还是可以先抬在这个位置，先去适应你的手从这个位置利用移动重心之后，它产生的一个效果，跟你这个身体如何去配合。那等到你这个动作都适应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从攻防姿势3起来做这个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在做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你的手在起来打靶的时候，你的手要一上一下的配合，因为我们的攻防姿势是这样，它会变成4嘛。所以当你从这个攻防姿势3、4产生变化的时候，所以你的后手要下来，所以你的前手原来在低点的位置，接下来你在移动重心的时候，手攻击主体一定要先走，所以一上一下你会产生一个扭力跟身体的动作，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再加上一个高低交换拍的旋转，所以你就会带出。所以要把你的身体放松，保持一个弹性，利用移动重心的时候，把你的重量带入，然后去打，然后不要把手抬起来做准备动作，也不要这样子缩起来，把你的重量给放入，然后呢，把你的重心从后移动到前脚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重心要完全压在后脚，接下来到前面的时候，也要确保你的重心完全压在前脚，并且要确认你身体的轴心有没有乱晃，跟产生奇怪的姿势。所以，只是一个直拳的练习，其实你要注意的点就会非常的多。
因为你不去注意这些点，你的动作就会越来越乱，你的动作就会没有一个稳定性。所以当你的右手有去练习一个这样的动作之后，你要确保你要先把你的右手全部都练完，全部都练好了之后，也就是从攻防姿势刚刚讲的1开始到3，然后甚至到4，这个是最难做的姿势，就是手在摊手的状态下，然后重心先压在后方，往前移动的时候直接用前手打击，这个力量一开始你一定打不大。这个力量一开始你绝对打不到，因为你是直接从这个点去进行。可是你抓到诀窍，你就能够打得出相对性的劲道。当你的左手在后面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一样先练习在原地，然后呢，适当的去放松你的腰部，让你的手跟腰可以进行旋转。但是记得不要只有手走，也不要只有腰走，不要有任何一个地方带动，而是2个部位同时的去带动。那我们的后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放松，然后右脚脚跟离地，然后利用高低交换拍的方式，把我的右脚弯曲变成左脚弯曲，然后适当的去旋转我们的上半身，然后把你的重量尝试的放出来。等到你这个重量放出来了之后，就稍微退一步，然后一样摆攻防姿势3这样子的位置，从这个位置直接把你的重量放出去，后手的位置要特别注意。这个地方直接打出来的时候，它要停留在这个点，你不要让这样子旋转或这个手去卡到身体，而是很自然的把你的重量放入。这样你会发现，你后手打起来的力道不会比你的右手差，因为它多了辅助，而不是一昧的去加强你右手的力道。所以关键还是松。从3的姿势移动重心到前脚，完全的从后面移动到前面，但是记得不要跳起来，很快的移动，它是有个爆发跟旋转，利用你的腹部、臀部，然后还有你的大腿，把你的重量很快的弹出去。可是，一开始不要做那么多，一开始适量，你就适量的先把你的重量能够放掉就好了。然后不要推把，不要有这种感觉，也不要这样，也不要用抽的，你要把你的重量适当的放入，然后注意手肘的弯曲度。然后有没有过度用力？等到你这2个都抓到了之后，就可以组合你的打击。组合打击很简单，一开始上来吧，重心在前脚，接下来重心在前脚的时候，利用旋转把你的后手放出来。1、2，把位要拿平。对，1、2，1、2。那你这样连续起来。就像这样，但因为单手把会弹，所以我示范的感觉就像这样。好，所以在练习这样的直拳打击动作是非常重要，不要觉得这个动作无效、没力，它其实会很有效。那我们现在换成这一个豆腐把，那这个把的厚度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那平常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种把，那这个把拿来这样做练习，其实还是有足够的穿透力啊。那这是因为我有寸劲的关系。那你们可以看。我现在把高度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我要配合把面。假设这个是脸部或者是身体都可以。那我们今天在打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在原地，只要你有放松，你有重量，其实它都是已经可以直接产生很有效的劲道了。那如果今天我的重心是在后面，我一样从这个姿势在练习的时候，我的重量出来，其实可以从画面上看到。这个不太需要作假，原来刚才在想说，我要不要打轻一点，这样哈，就实际上也不太需要，我就是正常的劲道，给它一点，就可以看到它就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了。呼吸要配合一下，对，打到吐气。好，所以当我今天如果是摆一个标准的攻防姿势起来这样子，它产生的劲道就会很直接、很穿透性。好，稍微过来一点点，对。如果太重，你可以跟我讲这样哈。所以我们的重心如果在移动，这样子上来到这个点，其实你就发现手的动作就会很自然，从这个位置，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我是从4的角度，直接从这个位置出手，因为这个高度要蹲比较低啊，重心不好控制，所有的重心如果原来在后面，我直接进，它就是这样的效果。从这个位置。对，所以它的威力不会弱，所以大家不用去想我这个动作打起来威力够不够，或是怎么样。刚刚我大概都只有放3成到4成左右的重量，还没有放很多，因为这个把吃不住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在练习在日后的下一个集要开始练寸劲的时候，
这种基本的放松跟基本的自然去走动作是很重要的。摆3的位置起来，1、2，进行这样的动作。我的1没有打得很重，因为1重一点它就会退。这个打法会打在脸部，当然你蹲低的时候打腹部也是 OK 的。